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这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明明刚出生，却拥有一副80岁老头的模样。God in heaven, he looks just like my ex-husband. 母亲因生他离开了人世，而父亲只是瞥了他一眼，便被吓到，想要立刻将他扔出去。于是他被父亲丢弃在了养老院的步梯之上。幸而不久之后，他被养老院的护工及时发现，并将他抱回了房间。第二天，艾玛将他带到了医院检查，可检查的结果连医生都震惊了。他从未见过刚出生不久的小孩竟身患各种老年病，俨然是一副即将入土的老年状态。不仅手脚关节已极度退化，就连身体也还在逐步的衰退。于是医生笃定孩子命不久矣，并建议他立刻选择放弃。可艾玛本就一生无子，而孩子的到来就仿佛是上天赏赐给自己的礼物，他不想就此而放弃。于是他收养了这个看似怪胎的孩子，并为他取名本杰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转眼7年就这样过去了，而当初的小老头也并未如医生预言的那般命不久矣。 Stop banging that fork. It's used for eating, not for playing with. And please, Mr. Benjamin. 并且在养母的细心照料下，本杰明的老年病竟神奇地开始逐步好转。虽然他已经7岁了，但他的容貌却仍旧满是沧桑。他无法独立地进餐，亦无法独立地行走，于是他的童年只能坐在轮椅上，与养老院的老头和老太太相伴。可每当看到屋外的小朋友能在一起开心地玩游戏时，总会让他不由得心生向往。然而，每当轮椅快要滑下步梯时，母亲总会第一个出现。Come back over here. 而对于本杰明的自我怀疑，艾玛也总会给予恰当的安慰。I feel different than the day before. Everybody feels different about themselves one way or another. It's taking different roads to get there, that's all. Mama, how much longer I got? Just be thankful for what you're given here.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被养父安排独自入睡，只因养父有许多的悄悄话要同养母分享。不过他并未觉得有何不妥，并且养父总会抽空教他知识，而本杰明也会求知若渴般的耐心倾听，这也是他目前唯一的知识来源。后来母亲将他带到了一处教堂，只因他听说这里能治疗一些罕见的怪病。 In the name of God's glory, rise up! 随后本杰明试图的尝试行走，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真的奇迹般的站了起来。全场也因这神奇的一幕而不可思议的欢呼雀跃。母亲则更是为本杰明的进步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不已，他终于可以杵着拐杖行走了。而一直在养老院长大的本杰明，比常人更多的见识了生离死别，死亡在这里仿佛已是见怪不怪的常客。人们安静的到来，然后又安静的离去，日子就这样简单且平凡的过着。直到某一天，一个黑人男孩的出现，打破了他寡淡无趣的生活。小黑不仅见识广阔且风趣幽默，他不但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本杰明，也未曾拿他当作小孩子来对待。第一次见面便热情地邀请本杰明一起出门买汽水，这是本杰明第一次踏出养老院，也是第一次坐公交车。一路上，小黑饶有风趣的谈吐，引得车上的小朋们好奇不已，而本杰明也更是被这新奇的故事逗得喜笑颜开。他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友谊所带来的快乐。随后，小黑请本杰明喝了汽水。他们在池塘边的小凳子上侃侃而谈，然而让本杰明没想到的是，如此活泼开朗的小黑也曾被人嘲笑个头矮小，也曾被当成异类对待过。 When it's different from us, it's gonna be that way. Fat people, skinny people, tall people, white people, they're just as alone as we are. But they're scared shitless. 听到这，本杰明好似突然领悟到了什么，他们仿佛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而接下来的一幕顿时让本杰明懵了，小黑竟因为一个刚认识的女人，让本杰明独自坐车回去，可他却不慎错过了最后一趟班车。无奈之下，本杰明只好徒步走回去，从白天一直走到了天黑，才终于走到了家门口。而母亲更是等到心急如焚。 Will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You know that? 一转眼来到了1930年的感恩节这天，养老院的老人们都在一天天的老去，唯独本杰明却似乎一日比一日精神。 Benjamin, might I say you are looking strikingly youthful. What elixir have you been drinking? 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小女孩，那双如琥珀般灵动的蓝眼睛，从此便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黛西每个周末都会来看望自己的奶奶，或许是小孩之间心有灵犀，黛西并未将本杰明当成老头来看待，他们会一起躲在桌子下面玩真心话与大冒险的游戏。 I'm not as old as I look. You don't seem like an old person. You're different than anybody I've ever met. 在本杰明的衰老皮肤下，藏着的是一颗饱含童真的心灵。黛西好奇于本杰明的一切，于是情不自禁地想要伸手触摸，可不料正巧被小女孩的奶奶发现，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本杰明的错。
And you ought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可年仅12岁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本杰明顿时不知所措，还好母亲及时赶了过来。You are a different child. A man child, and baby, people aren't gonna understand just how different you are. 而在母亲的怀抱里，本杰明才些许的好过了一些。第二天，母亲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多年不孕的他竟意外的有了身孕，大家都纷纷为他感到开心。可本杰明却似乎有些许的失落。不久之后，母亲便诞下了一个小女孩，而自己也没有了那独一份的宠爱了。他觉得自己很孤独，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小黑也要离开自己了。他要去远方闯荡，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看着小黑离去的背影，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离的不舍。至此以后，他又变回了孤独的一人。不过幸运的是，养老院来了一个高贵优雅的老妇人，总是会教他弹钢琴，充实了他养老院枯燥乏味的生活，也会在他难过时给予安慰。Benjamin, we're meant to lose the people we love. How else would we know how important they are to us? 他很喜欢与老妇人相处，因为他也总能学到许多。不久之后，老妇人也不幸地离开了人世。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死别的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杰明发现自己的皮肤开始变得紧致，身体似乎也越来越强壮，就连稀少的发质也在逐步的增多。他顿时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活力。于是，当他与养老院的老头坐在海边欣赏美景时，正好偶遇一名船长招临施工，可却无一人报名。Nobody wants a job. I do. 于是他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第一天上班的他，仿佛浑身都充斥着使不完的劲。他不仅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主动地包揽了全部的杂活，而这些也都被船长看在了眼里。他没想到，看似步履蹒跚的老头，干起活来却比其他的员工都多。这也让他对本杰明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于是这天晚上，他便邀请了本杰明吃饭聊天，并与本杰明讲述了许多自己海上航行的经历，而这些也让他对外面的世界更加充满了好奇。而在回去的路上时，他遇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竟主动提出要送他一程。That's awfully kind of you, sir. 明明两人素不相识，可本杰明却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Would you like to stop somewhere and have a drink? All right. 随后他们便来到了酒馆，本杰明显得局促不安，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喝酒。随后在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巴顿先生不仅事业有成，还经营着一家巨大的纽扣工厂，而本杰明只是一名拖船工人。这一晚他们喝酒聊天很开心。随后巴顿先生将本杰明送回了家。 Benjamin, would you mind if time to time I stop by and say hello? Anytime. Good night, Mr. Buck. Good night, Benjamin. 然而本杰明不知道的是，巴顿先生正是将他抛弃的亲生父亲。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本杰明的头发竟愈发的浓密，而黛西也来到了最美好的豆蔻年华。本杰明最期盼的日子就是周末，因为他可以见到这个可爱的女孩。趁着大家都睡着，本杰明偷偷地将黛西叫了出来，随后带她来到了自己工作的船上。他要将自己看到过的美景都分享给她。这是黛西第一次乘坐如此巨大的轮船，而这也让她十分震惊，也心生向往。I wish we could go with them. 而黛西的这句话也让他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或许想要完成这一切，必须先将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于是，在他快满18岁这天，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跟随船长出海闯荡。而在即将离别之际，黛西找了过来。I'll send you a postcard. From everywhere. Write me a postcard from everywhere. 也就是这份诺言，使他坚持了一辈子。随后，他与麦克船长踏上了航海远洋的征途，开启了长达3年的海上打捞生活。他们途经了许多的山川河流。这个冬天，他们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旅馆度过。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名谈吐优雅的女士。她没有特别出众的外貌，也没有傲人的身材，但他们却有聊不完的话题，聊到忘记了时间。直至黎明的到来，他们会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渐渐的，两人对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伊莎被本杰明那颗极具张力的灵魂所吸引，每次与本杰明待在一起时，总能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与热情，好似自己也年轻了几岁。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爱上的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If we're going to have an affair, you're never to look at me during the day, and we're always to part before sunrise. Those are the rules. 他不知道伊莎为何要这样做，但他还是答应了这不成文的约定。后来他们每晚都会相约一起说悄悄话，这是本杰明第一次谈恋爱，第一次感受爱情所带来的甜蜜。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突然的某一个夜晚，伊莎就不告而别的消失了。他等了许多时日，可却未曾等到伊莎的身影，直到发现一张他留下的纸条，只是一句遇见你真好。就这样，他失恋了。
而在这期间，他也从未断过给黛西寄明信片。而此时的黛西也如愿地考上了国内顶尖的舞蹈学院，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舞蹈家。不久之后，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不仅他们的轮船被海军给征用，就连船上的人员也要为他们所用。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只负责简单的打捞任务。而就在这晚，他们的船只也并没有幸免于难，在持续不断的枪林弹雨之下，他们只得四处躲藏。很不幸，船长被子弹击中了。等到本杰明赶来查看时，船长已然奄奄一息，命不久矣。临走前，发出了人生最后的感慨。You could be smart as a mad dog at the way things went. You could swear, curse the fate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 have to let go. 船长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一晚，一共有1000多人因战争而殒命。而幸运的是，本杰明成为了这个船上唯一的幸存者。待二战结束后，26岁的本杰明回到了养老院，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Sweetie, we're home. Lord, you came back. 母亲很震惊儿子如今的变化。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期盼着本杰明平安的归来，而她的妹妹也已长大。不幸的是，养父已然离开了人世。虽然多年未曾回家，但他依旧觉得十分亲切，好像空气中都弥漫着熟悉的味道。他忽然意识到，好像只有自己的变化最大。而更让他惊喜的是，没想到黛西也回到了家里。Oh my God. Of course it's you, Benjamin. 两人的外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不变的是，他们依旧如同小时候一般无话不谈。黛西兴奋地分享着自己的舞蹈经历，本杰明也耐心地倾听。曾经那个幼稚可爱的小姑娘，如今已蜕变得落落大方。在夜幕降临时，黛西为本杰明展示了自己的舞蹈，那优美的步伐和曼妙的身姿，仿佛一幅幅流动的画卷，美得让本杰明舍不得挪开视线。然而当黛西主动示好时，本杰明却委婉地拒绝了。他觉得现在看起来偏大的自己还配不上如此优秀的黛西，于是被拒绝后的他失望地离开了。突然有一天，巴顿先生再次找到了本杰明。战争让巴顿先生的纽扣生意愈发的红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地最有名的富商之家。可巴顿先生却不幸患上了不治之症，随时都有可能会疾病恶化。听到这里，本杰明同情地安慰着他。I don't have any people. I'll be on my but whenever possible, I'd enjoy your company.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随后，巴顿先生带他来到了自己的纽扣工厂。他想要在自己离开人世后，将打下的江山全部继承给本杰明。就在本杰明疑惑之时，巴顿先生将一切真相都告诉了他。You're my son. I'm so sorry. I never told you before. Your mother died. Giving birth to you. I thought you were a monster.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本杰明一时难以接受。随后，巴顿先生带他看了自己母亲的照片，并希望本杰明接受自己留给他的财产，可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回家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养母，但养母却无法原谅巴顿当年的行为。当年说丢弃就丢弃，现在想认回便认回，哪有那么容易？不久之后，巴顿先生已卧床不起，病情也在加剧恶化中。于是于心不忍的本杰明还是决定陪伴亲生父亲最后一程。他带巴顿先生来看了日出，景色很美，但两人却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交流，只是默默地陪伴着他。不久之后，巴顿先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将亲生父亲与自己的亲生母亲葬在了一起。本杰明也继承了巴顿先生的纽扣工厂。身价倍增的他手捧鲜花来到了黛西演出的地方。他那轻盈的步伐仿若花瓣飘落，柔软的身姿如柳絮飞舞，仿佛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不由得让本杰明陶醉其中。等他找到黛西时，黛西却并未表现得很惊喜，反而有些许的不知所措。很快他便发现黛西已然有了新的男朋友，他们跳得异常火热。本杰明看在了眼里，这也让他无法接受。或许他已有了属于他的新生活，于是本杰明决定转身离去。随后黛西及时追了出来。What did you expect? What, you want me to drop everything? Do you love him? I think so. 于是两人就这样错过了。后来黛西在世界各地演出，她还是第一个被国际大剧院受邀的本国人，结交的优秀男人更是不计其数。不过她从不曾忘记本杰明，而另一边的本杰明亦是如此。每当想念黛西的时刻，本杰明都会骑着自己的二手摩托在马路上尽情的驰骋。后来的一天，本杰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原来是黛西在过马路时不慎出了车祸，于是他急忙乘坐飞机来到了黛西所在的城市。很不幸，他的腿被撞断了，即便能恢复行走，但却再也无法跳他最热爱的舞蹈了。看到本杰明越来越年轻帅气，可自己却是这副糟糕的模样，他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不愿本杰明看到如此不堪的自己。于是在自尊心的驱使下，他对本杰明说了狠话。
Stay out of my life. 本杰明随后离开了病房，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本杰明并未离开巴黎，而是在医院外暗中照顾他，一直到他平安出院才离开。直到1年后，当本杰明如往常般准备回家时，竟发现黛西已从巴黎归来，只是一个眼神，他们便知道彼此依旧互相牵挂。随后两人紧紧相拥。这一次相遇，本杰明不算太老，黛西也还年轻，他们曾错过了许多次，但这次他们都不想错过了。Sleep with me. Absolutely. 两人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来捡起他们曾经错失过的美好。他要带黛拉完成他小时的愿望，那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他们会在午后的沙滩上沐浴着阳光，会在月光悄然洒下的海面上享受着在水里徜徉的惬意，也会在夕阳的余晖下彼此相偎相依，静静谈心，也会一起感受着海面的狂风暴雨。仿佛只要两人在一起，大风大浪也无所畏惧。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my skin grows old and saggy?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have acne? When I wet the bed? When I'm afraid of what's under the stairs? 等他们旅行归来时，才发现养老院变得异常的安静。原来在他们回来的前一天，本杰明的养母离开了人世，他们为养母举办了体面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本杰明卖掉了亲生父亲留下的房屋，买了一套温馨的小公寓。他们会一起置办家具，一起打造一个无比温馨的小家，能亲自动手的，绝不假手于人。他们要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想睡到几时就睡到几时。如果不想睡，两人就一起熬夜追剧。他们绝不循规蹈矩的过生活，这是两人最惬意也最快乐的时光。不过黛西还是有无法放下的心结，每当看到其他女孩完美的身材时，黛西还是会不由得为无法登上舞台而难过。而本杰明都看在了眼里。此时本杰明47岁，黛西41岁。为了安慰女孩，他带着黛西在马路上疯狂驰骋，感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快乐。他们好似两个20岁的小年轻，不为生活所忧愁，亦不被心灵所束缚。随后两人来到了海边看日出，而这一刻，黛西似乎开始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瑕的。后来本杰明为黛西开了一个舞蹈室，他当起了小孩子的舞蹈老师，这让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自信。黛西也不由得感叹起两人的际遇，两人明明是不同的生命轨迹，却恰逢其时的在一起了。看着镜子里的彼此，此时此刻是那么的般配。本杰明真的很希望时间能永远定格在此刻。I'm pregnant. 黛西怀孕了，原本是一个好消息，可本杰明却既期待又惶恐不安。他害怕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小，无法承担好一个父亲的角色。他既担心孩子将来无法接受，更不想成为孩子以后的累赘。I know the consequences. I've accepted that. Loving you was worth everything to me. 然而不久之后，孩子便顺利的出生了，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女孩逐渐长大，可本杰明却愈发的忧心。他认为孩子需要一个正常的父亲，而不是一个陪他玩耍的小孩。他不想因为自己给妻女带去麻烦。 Is my age beginning to bother me? Is that what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raise the both of us. 后来他陪伴女儿度过了周岁生日，然后卖掉了巴顿先生所有的产业。他将这笔巨额财富全都留给了妻女。本杰明打算在孩子还不记得他时离开这里，或许这才是对待妻女最好的方式。他去了很多地方，也做过了很多份工作，当过清洁工，做过修车员，体会过了从未体会过的生活。他的日子过得无比的拮据，也一直居无定所。而每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也总会想起那个远在他乡的老婆孩子。可不管日子有多么艰难，他都依旧积极向上的努力生活着。直到几年后的某一天，黛西在下班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Are you here to pick somebody up? Why did you come back? 可黛西已然有了新的生活，他们的女儿也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此时此刻，本杰明看起来仿佛与女儿一般大，而他现在的父亲似乎也很负责。他们没有过多的交谈，本杰明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知道妻子和女儿再也不属于自己了，不过幸运的是，他们过得很幸福。本杰明此刻也很满足。晚上，黛西来到酒店看望本杰明，或许他也不曾放下过这个男人，只是此刻的本杰明俨然一副16、17岁的男孩模样，可黛西却已是50、60岁的老妇人。即便两人还有爱意，却再也无法如当年般坦然地面对彼此。Good night, Benjamin. Good night, Daisy. 随后他来到窗前，目送着黛西离开。直到多年后的一天，黛西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去警局认领一个孤儿，因为他的笔记本里全部都是黛西的名字。等到他们再次相见时，本杰明已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此时的他已患有健忘痴呆症，他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Do you remember me?
I'm Daisy. Benjamin. It's nice to meet you, Benjamin. Do I know you? 黛西将他安置在养老院，也会时不时的去看看他，可他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养老院的护工都很头疼，但很奇怪的是，他只听黛西的话。本杰明5岁这年，做的事和说的话也越来越摸不着头脑。That's right. You can see everything, sweetheart. I want you to calm down. 为了本杰明的安全考虑，黛西搬到了养老院里照顾他。他会给本杰明讲有趣的童话故事，会温柔地抱着哄他睡觉，也会步履蹒跚地拉着他到郊外散步。一直到他无法说话，无法行走，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婴儿的模样。此刻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黛西，好像认出了这是他曾深爱过的人。接着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在爱人的怀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待到黛西生命垂危时，他将这一切都告诉给了自己的女儿。I wish I could have taken you to your first day of school. 6. I wish I could have been there to teach you to play piano. I wish I could have held you when you had a broken heart. I wish I could have been your father. Nothing I ever did replaced that. 为了女儿能拥有正常的生活，本杰明离开了自己最深爱的人。可他何尝不想念他们？本杰明离开后的每一年，都会给女儿留下一张明信片。或许人的一生里充满了偶然性，无论它发生的早一点或晚一点，结果都有可能会截然不同。当我们还来不及与时间抗衡时，愿我们都能有本杰明般的勇气，坦然且积极地面对生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